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即使是在高寒高原偏远之地，我们中方工程建设的速度依然令人惊叹。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已经完成了班公湖大桥的修建。从2019年起到2021年初，在中印边境的西段地区，因为印军在印方一侧是大肆的修建边防设施，并且从多点不断的越过多年来的实际控制线，受到了我军边防部队的坚决的反击。中印两国军队在西段边境的多个点位发生了多起对峙或冲突事件，特别是在班公湖南北两岸的多个地段发生了大规模的对峙。经过较量印方在多轮谈判之后与中方达成协议，从2021年2月起，双方都将部队从对峙的地区后撤，脱离接触。自此中印边境西段的局势算是暂时的平静下来了。在近2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下，以及今年以来俄乌战争的影响之下，班公湖似乎逐渐的淡出了媒体的视线。但是我们很清楚，印度人在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地区没有占到便宜之后，心里是一直不服的，从未放弃过扳回一局的想法。他们自认为印度边境地区糟糕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限制了兵力的输送，是他们吃亏的主要原因。因此最近2年，印度国防部下属的边境道路组织一刻都没有闲着，一直在加紧进行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修建了许多条从印度边境主要城镇连通前线的公路，包括许多的桥梁和隧道。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也不会睡大觉何况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是西藏、新疆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当然会根据军地多方的需要，分轻重缓急安排边境地区的基建。其中一个比较紧迫的项目，就是要修建一座横跨班公湖湖边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班公湖两岸的兵力要想调整到对岸去，需要向东绕行到日土县城，距离250多公里，时间要4个小时以上，非常的不方便。这座桥建成以后，不仅打通了班公湖南北两岸的关系，同时也等于是在班公湖上设置了一道防线，可以防止印军从湖面上直闯我纵深地带。从国外媒体4月29号发布的卫星照片看，这个桥的位置选择在班公湖南北两岸实控点的连线以东大约2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卡口，有一段2公里长的湖面，只有200-300米宽，最窄的地方甚至只有180米。现在桥的主体已经完工，同时卫星图片还显示中方在班公湖的南岸，在更往南边一点的曼东湖的北岸也在修建公路。这些地方仍然是没有路的，可以看出这些工程完成以后，可以将班公湖、曼东湖连为一体，两湖联动，南北呼应，彻底的改善中印边境西段丑树勒、班公湖地区我方一侧的战场条件和作战环境，将更加有利于我巩固对印作战的战场优势。可以说，今后印度在这个地区要想与中方动手，几乎没有了胜算的可能。那这个地方巩固以后，往北可以支援加勒万河谷和阿克塞钦地区，往南可以支援巴里加斯地区的点角村。如果从热青山口往西南再前出20公里，控制了那个地方的印度河谷的话，就可以切断整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它的总部14军的军部列成的联系。看地头基本上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功课我注意到中印方向我方一侧的战备建设可以用日新月异这4个字来形容。一方面长期以来台湾问题牵制消耗了我们太多的军事资源，我们的主要战备方向是台海，我们的主要作战对手是美军。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把印度当作主要的对手，没有把中印方向当作主要的战略方向来经营，导致中印方向的战场建设过去是有很多的欠账的。
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强盛，我们加大力度补齐中印方向战备建设的短板弱项，这是形势使然。当然了，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即使是在高寒高原偏远之地，我们中方工程建设的速度依然令人惊叹，这一点绝对是10年打一洞的印度望尘莫及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